12月1日晚，本该在8点准时播出的《风起洛阳》被技术原因绊了一跤，未能准时上线。在很快的时间里，《风起洛阳》演播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前3，连几位主演都莫名躺枪，在热搜上被抬了一手，甚至有海外网友都在热议，观众们的期待不言而喻。对于延迟原因的猜测以及豆瓣准时出现的灌水评论，也引起了广泛讨论。经过平台几次反复摩擦，在观众翘首以盼了1个多小时后，神秘洛阳的风终于吹了起来。目前为止，《风起洛阳》在全网的热度已经一骑绝尘，主演们相互交织的情感，各个角色悬疑丛生的关系究竟如何？让我们来一睹为快吧。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本剧上线前，钦定的主演由黄轩、宋茜娥、王一博3人组成，并且相关海报中也只有这3个大佬。得知黄轩饰演的高秉烛和宋茜饰演的吴思越有感情戏时，恐怕很多网友都会下意识地认为王一博饰演的百里弘毅在剧中或许是个单身美男的人设，因为3位主演只能凑出来1对情侣，编剧不可能玩那么大，让3人一起斗地主吧？那王一博就只能当个电灯泡了。但没想到的是，剧中还有一个幕后主演，他就是宋轶饰演的柳然，他就是王一博在剧中的 CP。这对 CP 也是在后面的预告片中才出现的。尽管2人眉目传情，只有大概1秒钟的镜头，但还是被眼尖的网友给捕捉到了。因此，剧中的百里弘毅并不是看着高秉烛和吴思越一边查案一边撒狗粮的终极单身狗，而是大家各搞各的感情线，谁也别羡慕谁。剧中2位男主本身处于不同的阵营，从开始的彼此敌对到后来的携手探案，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剧情和感情的发展，2位主演之间的演技较量也很突出。高秉烛与吴思越同样是身处不同阵营，2人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还因为案件有过几次交手，只是每次都是高秉烛占上风，甚至还在关键时刻救了吴思越2次。吴思越感激高秉烛的救命之恩，也逐渐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特别是当他放弃追杀仇人的机会赶回来救自己的时候，吴思越被彻底感动，甚至不惜用圣人的令牌搭救高秉烛。在之后的剧情里，高秉烛与吴思越会在携手破案的过程中互生情愫，建立起一份男女之情。至于最终的结局如何，还要等后面的剧情再揭晓了。百里弘毅与柳然是属于先婚后爱的类型，因为家族联姻，百里弘毅不得不迎娶柳然。虽然柳然钟情于百里弘毅，可百里弘毅却是个性冷淡，无心于男女之事，这一点好像和王一博的人设蛮符合的。但是百里弘毅的父亲突然离奇身亡，他的侦探之心觉醒，开始调查真相。百里家的其他人便想趁机瓜分家产，关键时刻还是柳然保住了百里弘毅父亲遗留的产业。在之后的剧情发展中，柳然用自己的真情一点一点地打动百里弘毅，让这个没得感情的查案机器明白了爱情及正义。这一点女追男的设计还是颇有看点的。可惜再美好的荧幕 CP 也需要在和平年代。风起洛阳中塑造的世界看上去是盛唐期间国泰民安，但实际上则是暗流涌动，各方势力勾心斗角，企图推翻圣人的统治。心怀鬼胎的角色应该遍地都是，所以感情线并不是本剧的重点，而是用来串联角色之间的关系，推动剧情发展的一条支线。不过古装 CP 一向都比较好磕，也备受观众的喜爱。尽管感情戏随着剧情慢慢深入可能会丢失戏份，但黄轩和宋茜、王一博和宋轶这2对 CP 感十足的荧幕 CP， 又怎么忍心让观众磕不到糖分呢？大到剧集开播本来应该皆大欢喜，但令剧组措手不及的是，刚过1天，剧中道具就陷入了抄袭风波。王一博宋轶大婚的那场重头戏，服化道精致，场面盛大，再加上王一博和宋轶的高颜值，几乎每一帧都可以截图当做剧照。这场戏里，宋轶手里拿着精致团扇，更是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夸赞。为此，宋轶还特意用谐音梗做了回应：知道我戏里结婚为什么总拿扇子吗？因为一扇一扇亮晶晶，结婚当然要不灵不灵啦。之后就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风起洛阳所用道具抄袭自己所原创设计的小红喜扇。原作者表示非常生气，表示自己的作品就像孩子一样，从设计到制作付出了很大心血，也倾注了很多的感情。如今面对抄袭，很是愤怒。他还表示，女排队长惠若琪结婚时也曾使用过这支团扇。剧方也清楚，新剧刚播出就陷入抄袭会带
带来多大的恶劣影响。因此剧方在博主一发声就立马联系对方进行沟通，在通过和原创者一番沟通后，风起洛阳剧组发声道歉了，表示在创作之时在网络上搜集素材，找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样式，就误以为是固定制式，并没有再进行进一步的溯源，因此伤害了原创作者的相关权益。同时也感慨于原创作者为继承传统文化付出的心血与努力。最后剧组决定购买2把团扇当做奖品送给观众朋友，也让事件的影响降低至最小。虽然当晚的意外延播和随后的抄袭风波算是意料之外的插曲，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到剧情的精彩程度。开幕雷击，高秉烛顶着炼尸人的头衔出场。因为发小悉数被害，只为复仇而活的高秉烛是苟延残喘的，如同他开幕从棺椁里醒来一样，暗示了已看破生死。他不修边幅，哪怕被所有人误解，甚至被各路甩锅亦无所谓，只为求得内心所向，完全颠覆了黄轩过往温润如玉的荧屏形象。他刻意压低声调，用嘶哑的声音出演高秉烛的沧桑和失意。多年卧薪尝胆，黄轩还把舞蹈的童子功贡献给了风起洛阳的打戏，将自己作为诱饵。高秉烛故意顶下无名，引出潜伏在大理寺的陈确。两人在马车上的一场打斗，真的拳拳到肉，古装剧的动作戏就应该这样卷起来。网友将高秉烛这个人物调侃为戏精，这个人物的确层次太多，他粗中有细，内心有爱，却表面冰冷，矛盾而又复杂。与高秉烛同行的还有文弱却多智的百里弘毅，原本是洛阳城内顶级 top 美食博主，戏份足以把你我看饿。他打卡之处必成网红饭店，却因为卷入告密者被刺事件以及父亲在其新婚当夜离世而一切骤变，但他却迅速冷静，从中毒等细节里察觉出真凶绝非是被甩锅的高秉烛，而是指向更深处。看起来不通人情世故却心智过人，喜欢玩鲁班锁的百里弘毅是不是就很适合王一博？原本就是洛阳男孩，籍贯完全吻合，性格也贴合，都是执拗在自己世界里的男孩一枚。即使有粉丝称王一博的朋友圈里不是乐高就是赛车，还看到过他一个人玩滑板玩了2个小时，摔了好几跤都不厌倦。看王一博在风起洛阳的发布会上描解鲁班锁，也是有种戏里戏外难辨的 feel 了。百里弘毅虽然热爱美食，但却是品而不馋。初亮相时吃到的一道冷泉黑鱼片，将该鱼不宜生吃的原因说得头头是道。契合不只是他们对爱好的专注，还有在恰当时刻总是神来一笔。告密者妇女在酒馆里遇险，百里弘毅在临危时刻一瓢热汤泼向杀手，让父女俩成功脱身。就是这种看似文弱，但关键时候会出现神来之笔的操作，才能凸显英雄本色。在高秉烛和百里弘毅之后，风起洛阳最初的关系链里，武思月绝对算是核心的侦探位。高秉烛查告密者被刺是因为私仇，百里弘毅开始细查事件脉络是因为复仇，而武思月是因为正义。因为偶遇了告密者妇女在南市被刺，他因为内心争议而卷入其中，为了探寻真相，即便和大理寺正面开杠也绝不让步，因而被咏梅饰演的圣人钦点下场揭秘。虽出生名门，却依然如履薄冰。武思月并没有哥哥无忧觉的审时度势和明哲保身，自带一身正气入场。武思月也完全逆转了宋茜这2年的戏路，田姐御姐的风格被抛下，全程都是干练的飒爽，男士对打的戏份相当酣畅。可贵的是，宋茜和黄轩的戏份未用提升，所有镜头都未遮面。吴思月的加盟让高秉烛和百里弘毅的搭配有了一丝柔软，而他作为钦点的特使，他也可以为2人公然打掩护和提供便利与保护。风起洛阳的3位主角让风起得很迅猛，但这只是抽丝剥茧刚开始，会愈刮愈烈。值得一说的是，黄轩、王一博和宋茜这3个武林高手组队，身姿是真的都很挺，全程都是原声出演，也带感。从已播出的剧情来看，风起洛阳的每个演员都不拉胯。站在百里弘毅的身后，虽然婚姻是出于家族利益，但宋轶出演的柳七娘却是痴心爱慕自己的老公，遮掩不住的关爱是悬疑之中恰到好处的甜味。武思月为了正义奋不顾身，而张译饰演的武幽绝虽看似总在退让，也总在暗处为妹妹兜底，他洞若观火整个洛阳的局面，为了家族而步步惊心。张丽饰演的姚娘虽然身在风尘，却为高秉烛默默守护，不露声色地守着一份痴心。而站在全剧食物链顶端的圣人，完全没有外露的霸气，温软里却透露着清醒，犹如一个局外人在远眺整盘棋如何变化。洛阳城里的风，从演员层面来看，算是四面而来，哪怕群演都很在状态，这也映射出导演强大的掌控力。马伯庸的书迷
迷对风起洛阳的故事节奏一定很熟悉，通过主角快速展开关系网，然后又迅速收拢，再开始一层层的剥洋葱。这一场洛阳的传奇故事，亦是一个制作团队多部门之间互相给予和配合的结果。毫不客气地说，顶尖的演员阵容搭配强大的制作拍摄团队，还有扎实的原著剧本，这三位一体的合击，必然能产生强烈的王炸效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风起洛阳值得一看。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